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2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英国真要把航母部署在东亚，意图什么？那么今年7月份的时候《泰晤士报》报道过，说这个英国准备把新下水的这个伊丽莎白号航母部署在远东那么当时的报道说的是，航母可能会参加美国和日本的军事演习然后这个航母有可能驻扎在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当时的那个报道我做过题目，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看一下。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当时的背景就是5月28号全国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开始在香港发生了香港发生，所以7月份的这个英国在东亚，在远东地区部署航母，肯定不是一个空穴来风。那么这件事情到了今天有新的进展，那么从7月到现在有4个月的时间了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说，这个英国向中国施压，在亚洲部署航母。他引述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国会里面讲，他说明年伊丽莎白女王号将率领英国和盟国的任务小组，进行我们20年来最雄心勃勃的部署，包括地中海、印度洋和东亚。然后这个英国官员提出了向亚太地区派遣航母的可能性，不过这是约翰逊第一次明确的评论这个想法那么此举可能是向中国传达一个信息，中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很紧张除了部署航母，约翰逊还宣布成立这个国家网络部队和太空司令部大家听得耳熟吗以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的威胁国家网络部队叫 National Cyber Force， 从军情六处 MI6 和这个政府通讯总部招募了这个工作人员然后保护这个英国的网络免受攻击，锁定这个恐怖组织作为敌对行为那么约翰逊还表示，英国将于2022年在苏格兰发射卫星和火箭约翰逊这么说，他说英国在未来4年增加165亿英镑的国防开支，他说这使英国4年的国防开支总预算达到1900亿美元1900亿英镑，超过任何欧洲国家，也超过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北约盟国。好，这个新闻，其他的我就不再说了我就只聚焦这个部分那么这件事情表达什么意思呢？那7月份开始酝酿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这是个新航母，这是这个英国花大价钱造的一个新航母，刚刚下水刚刚完成整训，就是已经入列以后整训完毕然后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有4个月的时间。那么约翰逊的这番讲话，当然他的讲话没有非常的明确的指向，但是我们的分析来看说明英国开始进行动员了开始动员是它包括政治、军事、外交地缘政治，它开始动员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英国内部针对香港问题的内部的协调、内部的共识已经基本上完成基本上完成。就是说香港事变，我们就把发生在香港的事情，我们叫做香港事变。
香港事变到现在，英国开始对它进行反应了，因为它内部要达成共识，内部政治要达成共识，它开始反应。反应的第一步是什么？反应的第一步就是动员，动员你要开始做预算现代政府所有的政策后面都跟着一样东西，就是钱，所有的东西都是用钱来推动的因为钱是什么？钱就是资源，你要做预算，要通过各种部署来一步一步实现，不是说一拍脑袋人就出去了，那是不行的所以英国内部针对香港事变的回应，内部协调已经完成，他现在开始进入动员状态动员状态在军事、在政治、在地外交、在地缘政治，它开始启动了。在我们这辈人当中就是中国的媒体、中国的官媒不断的在嘲笑英国、贬低英国，把英国说成是一个没落的帝国，就像中国把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说西方的衰落是必然的一样。这就是中共其实在我们脑子里做的这个留下的这个痕迹任何人，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是低估英国，他会付出惨痛的代价。阿根廷就是例子所以英国在香港事变当中之前做的回应是什么？之前做的回应就是给香港人准备一条路，你要离开我给你一条路英国人做的是这个动作。但是如果你认为英国只会做这个动作的话，那你就小看英国了所以我认为英国在下一步，英国会做出全面的反应，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我经常讲的一个观点就是在香港议题上有决定性影响的是谁？就是美国，因为只有美国能够跟中国抗衡，这是第一就是说美国在香港事变当中，美国的态度是决定性的。所以为什么从5月28号到现在，中国在香港做的事情一路风行无阻，原因是什么？因为美国没有具体的回应，美国只是做了一些姿态，但是他没有进行反击没有进行反击的原因，我认为是有2个。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等英国英国要有，美国不会离开英国在香港事变当中做出具体回应，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不了解香港，没有英国了解香港，英国更了解香港，英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而且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和美国一样多，所以他们一定会协调，一定要协调，而且必须协调，这是第一条。所以我认为美国没有做回应的原因是他需要英国准备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英国在香港事变当中，他必须和美国配合，他才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决定性的作用是美国，但是关键性的作用是英国，所以英美两国在香港事变当中的合作，才能让香港出现转机，这是问题最关键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当然英国也在等英国等什么？英国等美国出来到底谁当总统这件事情也要尘埃落定，要不你这不是表错情了吗？所以英国在等美国，美国也在等英国，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没有什么进展的原因就在这，而中共在香港就利用这4、5个月的时间，尽量做他们准备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完，这就是目前香港的局势好，那么未来会怎么发展？我相信香港事变到了明年，就是过完第一，美国总统选举尘埃落定，然后英国开始完成它的动员，
啊，完成它的动员之后，那么英美两国协调好这件事情，在明年香港事变将会真正进入这个戏的主体部分，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开始。所以大家要留意，那我相信明年香港事变将进入一个真正的关键时期，好吧？那我今天这个议题我就不展开讲太多啊，我今天有很多的新闻，所以我把它切开吧，分3个部分讲吧啊。一个是什么？拉斯穆森这个民调公司，拉斯穆森发表最新的民调，这个民调是什么呢？就是60%的美国受访者其实是美国选民认为中国应当赔偿武汉肺炎疫情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那么这个拉斯穆森就这个议题曾经做过包括这一次总共有3次调查。3月份这个数字是 42%， 7月份这个数字 53%， 11月是 60%， 也就是说美国大部分的美国选民认为中国应该赔偿美国的损失那么我经常在留言区评论区有人说希望我不要说武汉肺炎我这里郑重的表达一下，从武汉肺炎发生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用武汉肺炎，到现在我从来没改过。为什么？有人说这是偏见，有人这是偏激，这不是，这只是为了纪念那些在疫情当中受到伤害的中国的人，以及已经失去生命的中国人，只是为了纪念他们，告诉大家疫情来自哪里，这一点不是歧视，这是第一。第二，日本脑炎是歧视吗？德国麻疹是歧视吗？香港脚是歧视吗？不是的，只是告诉大家来自哪里而已所以这个我最后解释一次，我以后再不说了所以我以后仍然会叫它武汉肺炎那么目前美国有1100万人确诊然后有25万人上升武汉肺炎那么拉斯姆森在11月的15号和到16号在全国范围进行调查那么有 27% 的人认为 24% 的人认为中国不应该赔偿，有 16% 的人还没有做决定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就是说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他的这个国际法专家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在疫情爆发的初期没有及时的向其他国家通报，然后导致现在这个全世界有100多万人死亡那么向中国追责这件事情完全在意料之中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很多人认为中国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可能再做同样的事情目前在美国有4起针对中国政府的诉讼其中一个是佛罗里达，一个是密苏里那么还有一个是加州还有一个是哪个忘记了州4起诉讼。那么如果按照不管是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那么向中国政府寻求赔偿这个事情是有障碍，到目前为止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叫外国主权豁免法，是1976年通过的这个外国主权豁免法其实不是在美国，是全世界互相豁免，就是说主权国家和他的财产在另外一个国家有这个
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法院是没有管辖权啊，没有管辖权。那么世界各国的主权国家这是一个互相豁免的体系，就是说，在我的国家，我不告中国政府，你在中国呢，也不能告美国政府啊，包括他的财产都不能告啊，这是一个主权豁免的体系啊。那么，但是呢，这是有例外啊，有例外，就是日期我不记得了，就是说在911之后，美国的一些受害者，911受害者家属向沙特提起过诉讼，当时美国的国会通过了一个法律，是在这个 case 上面豁免，就是取消这个豁免权。就是在这个 case， 在这个911事件，因为911受害者的家属认为沙特政府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姑息这些恐怖袭击者，所以造成了美国的损失。所以当时的国会是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在这个案子上取消这个豁免权。所以当时的911受害者是告赢了沙特政府的，沙特政府赔了一大笔钱啊，这件事情是这样。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有参议院的议员叫霍利啊 ，Josh Hawley 啊，4月14号提出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叫 Justice for Victims of COVID-19 Act， 这是叫冠状病毒受害人正义法案。这个法案干什么呢？这个法案就是取消，也是一样，有点像这个沙特啊。取消中国的主权豁免法，当然指的是这个 case 上面。然后呢，就是为这个个人、为美国公民或者组织起诉提起这个民事诉讼，创造一个法律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取消这个主权豁免的话，基本上在法庭上，就说基本上联邦政府、联邦法院不会立案，不会接受这个案子。因为他没有管辖权，那么同时这个法案要求这个美国国务院设立这个冠状病毒受害人正义工作小组，展开国际调查，然后其实是为这些民间诉讼提供诉讼材料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呢，会不会烧起来我不知道，但是民意放在这里，民意60%的美国的选民认为，中国要向美国赔偿。那么后面会怎么发展不知道这里面取决于两个部分，两个主体，一个主体就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他会往后做什么虽然川普总统讲过很多次要向中国追责，中国要为此付出代价。但是从具体的政策来说，你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有什么具体行动那么是不是要等大选之后美国政府会采取行动？不好说不好说。但是肯定一条，就是民意已经在这里了，国会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会不会往前推？现在我们要继续观察，好吧？好，我们今天终于有时间。下周前瞻我会把下周前瞻说一下因为有2周已经没有，因为都主题时间太长，把这下周前瞻时间给挤掉了11月23号回港易启动那就是让这个香港特区政府11月23号启动回港易计划，符合相关条件的香港居民从广东省和澳门回香港可以豁免14天的强制隔离检疫那么最初的时候，深圳湾口岸每天3000个名额港珠澳大桥2000个名额大概是这样可以同时为另外3个人预约就是你自己申请的时候可以为另外3个人预约，这就是家庭方便家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香港小学1到3年级暂停面授，面授课因为这个疫情又开始起来了。
11月23号到24号，乌镇举行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举行在乌镇这个是一个互联网行业里面的一件大事儿啊。可笑的是什么？世界互联网大会是已经暂停了，没开，今年是没得开啊。然后互联网发展论坛，就是在互联网大会之下的这个发展论坛，却在乌镇继续举行。为什么？因为参加这个发展论坛的都是互联网的这些大佬，他们掏钱，有人掏钱，这事就能发生啊。所以经常他们有一个叫，我印象中是叫马云饭局啊，就这个马化腾饭局还是刘向东饭局，我忘记了，那个是蛮著名的啊，蛮受关注的啊。那么11月23号有一个第10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我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呢？中国发展最快的是什么？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就是警用装备对付老百姓的这些装备呢，发展的最快所以他们在北京要举行一个这个博览会收拾韭菜们啊。11月24号，第5次1+6圆桌对话会议举行。1+6是谁呢？1就是总理李克强，6是谁呢？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长，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APEC 秘书长就是1+6。1+6，中国喜欢做这种动作这种动作很有面子就是说，你看我这个国家我们开个会，把世界上最重要，其实 APEC 这些世界银行，这是最重要的经济组织的负责人找来，我们来对话，很有面子，有一种万国来朝的那种感觉24号开然后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举行24号，不过这次是视频24号是美国第3季度 GDP 修正值25号公布那么因为上一次公布的是第2季下跌了 31.4%， 第3季度增长了 33.1%， 等于是把第2季度的下跌在第3季度修复了那么25号金鸡奖，第33届金鸡奖这个金鸡奖已经沦为一个笑话了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金鸡奖还是很有地位，很有影响那现在这个金鸡奖、百花奖已经变成笑话了，但是我也说一嘴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工业设计大会召开在烟台10月25号26号是感恩节感恩节保持社交距离6英尺勤洗手，限制聚会人数，戴口罩注意反正就是要小心一点然后是26号到28号，江苏南京举行这个智能制造大会智能制造然后是26号到27号智能视听在这个青岛举行一个是在青岛，一个是在南京，一个是智能制造，一个是智能视听中国现在搞很多这种活动，为什么？这种活动目的是什么？你看这个大会那个大会，搞这种活动的目的就是把人招来，把行业的人招来就有商机这种活动是应该经常举行，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的、有条件的都应该搞这种活动，这种活动很重要，中国很重视，虽然要花钱，但是这个钱花的值这是中国做对的事情11月27号，香港佳士得秋拍11月27号到12月5号举行
那么这次呢，这次有什么特别的？这次赵无极啊，这些张小刚啊，28号联盟号火箭发射啊，俄罗斯联盟火箭号发射啊，29号，这29号很重要，很多人很关心。29号什么？国考，国考公共科目笔试举行啊，那么很多人参加国考，国考是目前中国最多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了啊。那么这次招考共有79个部门，就是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啊，那么招考公务员。11月29号在全国各个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个别较大的城市同时举行。本次招考总共有79个部门、23个直属机构参加，计划招录25700人啊，大概是这样。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前瞻就到这里。那么总的来看，下周没有太大的事情啊，基本上没太大新闻啊，好吧？那 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再讲一下，我们上次出了一个公告，我们原来有2期新闻专题，现在改成1期，然后结果发现，然后呢，我们再会根据情况来做一个相对短一点的这个新闻直播，这样的话呢，可以灵活又减轻一些压力啊。结果这2天我们一天要做3个直播啊，就是说新闻专题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直播，原来的直播一保持啊，这个没问题，我们一直这个不会改变的啊。然后新闻直播呢，发现当我们把新闻专题变成那个新闻直播的时候，我们眼前就突然跑出来很多的题目。为什么？因为原来我们要做一个半小时的新闻专题，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大体量的议题，所以很多新闻我们会放弃，因为它做不到半个小时的新闻专题，它也没有这样的分量啊。就是说你硬拉就有点很勉强。但现在情况就是，当我们把这种取消的这种第2个新闻专题，然后把它变成新闻直播，新闻直播就变得很多的新闻题目就跑出来。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呢，我就经常舍不得放弃一些题目，所以就会忍不住就变成了一天3个直播。那我现在还在摸索啊，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摸索出一套，大家又比较接受，然后我们又比较没那么辛苦，然后又能够满足新闻的需要，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新闻会推动我们去做这个工作，不完全是取决于我啊，所以我还会继续的摸索，所以会不定期，大家会在我们的新闻专题之外，会经常看到我们有新闻直播，看到新闻直播就来参加吧，好不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会员直播，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啊，我等一下会再出一个公告。会员直播我们还是会安排在晚上的美国东部时间的晚上9点，就是北京时间早上10点啊进行，好吧？我在这特别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最近的会员直播，大家因为时间调整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时间，所以会员直播参加的人少了一点。我现在跟大家公告一下，好吧？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情绪、观点，好吗？好，我们现在广告啊，感谢瑞途移民啊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办理墨西哥护照，认准美国瑞途移民一手办理墨西哥护照，帮你合法通往发达国家，实现通行自由，成为世界公民。瑞途移民的
简介和联系方式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请大家有需要的网友，请大家去点击啊，明谢鸡粉谢谢，老了王谢谢，翻墙的朋友们加油，我们给老师奉茶，感谢老了王。观点：中国开世界互联网大会是最大的讽刺和笑话，中国互不联网还差不多，看看全世界有哪些国家筑墙，也就只有朝鲜和西朝鲜了吧？OK，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就算互联网这个领域，中国都没放过，就是这么打脸的事情，他都照做啊。观点：武汉封城后还放国际航班飞往全世界，早该向 CCP 索赔了。观点：武汉肺炎确实是从武汉传递到全球，但美国每天新增20多万病例，20多万，相比东亚一天增加20多万吗？相比东亚各地区各国数量惊人，美国在防御方面自身也犯了重大错误。王先生是否认同？美国在疫情，只有2个层面，美国的疫情防控，一个是联邦政府层面，一个是地方政府层面。地方政府层面情况非常的复杂，不可一概而论。那么联邦政府层面，我觉得我之前讲过，联邦政府层面发生过一系列的失误啊。这一系列的失误跟2件事情有关。第一件事情跟世卫有关啊，世卫发放错误信息，美国这是第一个跟世卫有关，第2个跟美国自己有关。就以美国现有的这个发展水平和它的医疗科技水平来看，他完全相信世卫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很多错误是来自于这2个领域啊，所以这是联邦层面，地方层面就很多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所以美国是不是有错误？美国有非常多的错误。我经常讲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我们不能够以结果来评判这个前面的事情啊，结果。因为我们只能看到一部分导致这结果的原因，我们不能够看完整，所以我们不能以结果啊，仅仅以结果来做判断，这是第一个。第2个，美国应该做得更好，美国理当做得更好。为什么？因为前面有中国已经发生了啊，美国在中国之后啊，可以吸收很多中国的经验和教训。所以其实美国可以做得更好，我一直这么认为。但是美国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错误呢？也没有发生太多根本性的错误啊，也有错误，有很多的纰漏啊。总的来说，我觉得有错漏啊，有错漏可以做得更好，但是重大的决策性的错误没有看到。观点：英国是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发源地，权力意识、法律至上、王在法下、契约精神、伟大的普通法体系，是英国给世界最佳的馈赠。牛顿、达尔文、莎士比亚、工业革命，没有近代的英国，就没有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国家不会像中共宣传的没落，它不好惹，惹翻了不好办。是的，怎么说呢？你去白金汉宫看一下，你去看一下白金汉宫门前的游客，你就知道，那没有没落啊，英国是没有没落的啊。而且我觉得英国有几件事情做得非常差，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把香港还给中国这点。把香港的主权交给中国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差啊，做得非常的差。虽然他后面做了很多的补救，但是我觉得还不能够弥补啊他做的这次错误的决定。但是英国的确是不好惹
啊，英国的确是不好惹。你看看纳粹德国打英国打成什么样啊？英国有没有屈服？没有屈服。所以英国人，英国要是在做动作的话，他肯定是算过的啊，他是算过的。所以，英国在做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英国其实对世界局势的把握很准确啊，它更理性。英国的情报工作应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所以英国人一个非常的理性，一个他情报工作做得很好。当他开始做一个动作的时候，肯定他已经做出了一个分析和判断，就是这个大势开始发生变化了，他才会去做啊，他不会浪费自己的国力的啊。你想一下，他是要增加军费的。他是要投入国力去做这件事情的，他不会随便乱做的啊。情况，我一朋友，他们公司是搞警用装备的，主要是针对私人无人机、私人电台相关的无线电方面的装备。他们公司成立就拿某基金5000万的投资，据他讲，现在更新速度太快了，这边产品刚出来没几天就迭代。他们公司简直就是烧钱研发，产品上市即淘汰，再研发再淘汰的模式。今年一年亏损4000万，中国维稳装备这几年发展简直是坐火箭，对付老百姓那肯花钱。那我有些数据已经现在不记得了啊，就是疫情之后，民政部出来开了一个记者会啊，讲这个针对疫情花了多少钱，我算了一下，大概也就花了几块钱，就是疫情的补贴啊什么的，花了几块钱。所以中国政府中共从来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啊。观点：中国需要一次失败来让这个民族清醒过来，就像当年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一样，独裁国家就是在一次次看到看似胜利的假象中走向灭亡的。观点：中国甩锅意大利就是欺负小国家老实人，意大利现在没实力跟中国硬杠，说进口产品有病毒的也是阿根廷这些国家，不敢说美国了。我觉得也没啥。其实呢，这些国家真没把它当回事啊！大家也别觉得只有中国人在嘴巴上这么在意嘴巴上的说辞，其实那些国家也没有太说就说呗，有什么了不起啊？大概是这种啊。啥情况啊？这个赵立坚要戳瞎无眼的话语惊到了我，太失礼仪了。这是他们的正常表现啊。情况：美国卫生部长发布新疫苗接种方案，12月第一批给有其他疾病的人和65岁以上老人，1月给医疗人员，3月份全民，基本上4月底达到全民免疫。OK， 施打疫苗的点尽量普及，包括药房，像 Costco 等大超市。基本上是这样啊，基本上和我们的判断差不多，也就是明年上半年，美国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因为4月份达到全民免疫的话，你上半年就已经，其实不用到4月份，等你打到4月份的时候，等你打到3月份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差不多了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明年上半年美国恢复正常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判断的情况是一样的。提问：一次性换4个省委书记什么用意啊？应该是为20大做准备吧？为20大做准备啊。20大现在不好说，现在这里面涉及到3个可能性。第一个，激烈的人事斗争，打得很凶啊，要卡位啊，要卡位。当然瞄的是20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一些基础性的人事部署啊，就是说年底了，该调整的一次性调整到位吧，也有这种可能性，就不一定是一个不一定背后有很多的政治意图，有两种可能性啊。提问：最近发生的大武事件、怀庆事件，当局已经明目张胆开始抢劫民营企业，是否意味着当局财政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还是本来就有意朝着共产方向大踏步前进？接下来是否开始对海外华人和国内中产进行洗劫活动？我是这么看啊，有两点。第一点，中国的事情有两种可能性啊，你看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来自中枢部分，就是最顶部啊，中枢部分传递下来的指令啊，那么这种指令呢，通常你看这种指令，就是以前叫政令不出中南海，就说国务院啊，这个中央的政令指挥出去，指挥不灵。指挥不灵的原因是什么？指挥不灵的原因是原有的指挥系统由于经济改革放权的原因啊，那么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度下降，所以以前我当记者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政令不出中南海，那个时候的情况是这样。后来慢慢的，其实中共在过去20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削减地方政府的权力啊。不断的削减地方政府的权利啊，包括分税制啊，包括我举个例子啊，现在地方政府已经被削减到什么的，地税局都没有了，直接把地方政府的税务局大家是干什么？钱耙子嘛，耙钱的，那么直接把地税局取消，所有的地方政府的收入全部由中央政府统一收，收完之后我再给你发还给你。所以中央政府这20年，中央政府的权力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庞大。地方政府呢，你想权力嘛，总共就这么多，你多了它就少了。所以地方对地方政府的这种控制力度越来越大。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就是有一个政令传输下来，传输到地方政府，你就会看到一个现象，突然会在很多地方同时出现，这就不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这就是中央政府的政令。这个政令呢很容易辨别，你一看在 A 在 B 在 C 啊，超过3个省同时在发生的事情，就一定是来自中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的这个整个的行政系统管理能力非常薄弱啊，就是它控制力很强。它控制力很强意味着什么？就这整个的行政系统叫强干弱支，就是为了防止地方闹独立，就是把这个边边角角的这个不让它长得太粗，就减少它输往这个末端的营养，末端拿不到营养，它就长不出。意味着什么？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就是说越往下级政府部门，它的编制越少，它的这个资源越少，配备的人员越差，所有优秀的人都往中央跑，往中间跑，往省政府，往市政府，往国务院跑，这样就变成强干弱支。强干弱支的结果是什么？强干弱支的结果就是你的行政效率很差，你的执行力很差。我就经常讲的叫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你就会经常看见一些失控的现象。失控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它强干弱支，它的末端水平很差，它很多好，就算你非常正确的政策，跑到末端都会变成一塌糊涂。这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非得干什么？非得那个一把手跑到现场去，这件事情就搞定了。为什么？因为一把手身边有无数的资源和人去实现这件事情，那只易如反掌。但是问题是一把手就一个人呢，你也不能同时出现在若干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他有没有他？所以
你看到中国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背后有政治意图呢？不一定的，他可能是脚踩西瓜皮，突然溜到这个位置上，你看到一个人，哎，怎么在这里？哎，你是不是想干嘛？不是的，他因为脚底下有个西瓜皮，所以中国的事情我们就要好好的分析是什么，就是有些事情背后是有政治意图，因为它来自中枢；有些事情是脚踩西瓜皮，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怎么办？没有办法，没有统一，没有诀窍，就是多做功课才能分辨得了。就在大武事件也好，怀庆事件也好，它是不是一个来自中枢的统一政令，不好说。但是中共本身它这个属性决定了什么？决定了它对民营企业好不到哪儿去，时不常就要咬你一口。因为它是共产党，共产党是要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要消灭资本家的，所以他们对民营企业的这些老板们时不常的咬，我不意外。你把它当做一个统一的政策或者最高纲领都没有错啊。那么是不是要大踏步的前进？它一直在大踏步的前进啊，没有停过啊。没有停过，你看看山西，你看看这个刘贺的供给侧改革，你看看这个混改，他一直在大踏步的前进，只是很多事情在水的下面我们看不到而已，他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啊。问题，网友里有没有企业家朋友谈谈？留在国内的企业家不担心个人处境吗？还是认为自己老老实实听话就没有问题？我带他答吧。国内的企业呢，国内的老板们有两个心态，他们做两手准备。第一手准备就是把家里人包括他自己能办移民的尽量的办移民就手上拿着两个护照，一个护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他在国内做生意；另外一个护照就是葡萄牙的护照。这个西班牙的护照，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这是一个这个老板们这个第一手准备，就是准备好退路。有的人甚至把老婆孩子已经送走了，我自己在国内挣钱，这是一条路。但是这不是主要的，这是退路。另外一条什么？找一个官员跟他搭上，然后以他为政治保护伞。就跟他结成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联盟，成为一个就是其实讲到底就是成为这个官员的一个附庸跟他混也能拿到机会，也能挣钱，也能提供政治上的保护。这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们现在做的主要的工作。这两件事情呢，退路这件事情呢，退是不会退的。为什么？锦衣夜行嘛，中国人还是要让人看见我的成功嘛。如果我的成功大家都看不见，我们乡下人都看，我们老家的人都不知道，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同学都不知道我有多成功，我这成功有什么价值？中国人是不行的，受不了的。所以退路呢是要准备好，但我就是不会退的，除非形势到了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所以经常讲中国人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有筹码的时候他不跟你谈判，他想跟你谈判的时候他手里已经没有筹码，所以没得谈。所以中国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看中国政治也好，看中国人的很多的行为模式也好，就是通常他想退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地方可退了。他有地方可退的时候，他通常都不想退，理解吗？就是说两个政治势力也好，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很血腥？中国人群之间的冲突通常是血腥流血，最后一塌糊涂下场。原因是什么？中国人就是这样，就是能谈判的时候都不愿意谈。我手上握住筹码，我干嘛跟你谈？我非得给你干下去。但是真正他
他有一天他发现不行了，我们得跟他们谈谈。所以中国文化当中是没有谈判文化的，所以中共一直在讲，没有一个政治势力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为什么？其实就讲的就是他自己。当然中国人真是这样啊，但不是全世界，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他的处境是什么？他非得到了什么情况，他觉得撑不下去了，我得退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不了。所以这就是中国企业家，你看到很多很多的中国企业家，他早就可以怎么说呢？早就可以风风光光的离开的。最后他的下场是什么？最后就是身败名裂，这个失去所有的财产，坐在牢子里。最后他的结果就是这样。中国的企业家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中国人就是这么着，很难得会有一个人一看这形势，这个发展下去不行了，这样下去我很危险，把东西一卖，把产业一卖一处理，老子走了。有没有几个？有，非常少，非常非常的少啊。情况刚才在看台湾金马奖，代表了华语电影的标杆，结果中共抵制金马，不准大陆参加，太差劲了。情况中国的猪肉价格是环保一刀切，加利益集团操纵猪瘟，很多健康的小猪场被强制屠杀关闭。现在中国想搞一个一般的养猪场，没有几百万搞不下来，环评就得几十万。所以大家得吃贵一点的猪肉啊！提问有没有迹象显示川普会拒绝总统的和平交接？答不了，没有足够的信息啊！因为现在的信息老实讲，要么倒向这边，要么倒向那边啊，不好说，答不了。观点：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对立，有黑即有白，有民主制度就会有专制制度，不然民主制度就没有对立。中国人近代也曾经推翻帝制，选择共和，但是最后还是选择独裁。最后选择独裁，没有，中国人没有选择，那是共产党逼的。你共产党不拿枪逼的，你看看是不是选择？你来搞个全民公投，那不是中国人民的选择。那是共产党的选择啊！假以时日推倒中共，我还是不相信中国人会选择民主制度。观点，网友反驳：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选择独裁？这可以用组织度来解释。中国人2000年来被中央集权的帝制控制，民间没有自组织的能力，不能产生出和维持秩序，只能依赖强权维持秩序。我都不同意，两个观点我都不同意。为什么？因为这两个观点是从结果往回推啊。你有一个这样的结果，所以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因为是这样的人，然后又是这样的结果，你就是用结果来推出一个原因，然后用原因来再推出一个同样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没有意义，对吗？所以你这两个观点我都不同意。至于我的观点是什么，我们前面的节目讲了无数，所以我不在这里重复了啊。提问：王先生你好，请问您在节目中一直说中国经济下行，但是为什么房价一直还居高不下？坐标福建福州，市里的新盘还是开盘秒光，这里面有什么逻辑吗？谢谢王老师解答。这里面有，我不知道你们福州现在开盘秒光啊。现在的情况是政府我们再把房地产再讲一遍啊，取决房地产的市场状况有4个因素。第一个因素，
政府的土地供应，政府的土地供应决定了市场上有多少房子在卖啊，所以土地供应导致的市场供求第一个因素啊，这是第一个因素。房价啊，房地产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取决于这个啊，这一套系统就是政府的土地供应，然后市场上面这个买房的人群有多少，然后这个房子有多少在卖，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货币，就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啊，人民银行有没有大水漫灌啊？如果人民银行大水漫灌，水涨船高，房子还会涨啊，这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经济状况。经济状况是什么？经济状况就是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怎么样的啊？发展水平呢，这个经济状况决定了房地产是什么？房地产是当地财富的聚合，就这个地方挣了很多的钱，这个地方很有财富，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房价就会高啊，这是一个结果。就所以经济发展状况也会影响房价。1、2、3，这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政府的行政措施，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啊，限购、限贷等等一系列的措施，行政措施，这4件事情影响房地产运行的情况。好，那么其中的任何一个变量出现了变化，房地产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我没有具体到我们在讲福州的房地产情况，我没看，所以我回答不了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要从这4个角度啊，4个领域去看影响当地房地产。当然，房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房子是个非标准化的产品，它不像可口可乐，一罐可口可乐这一罐跟那一罐是一样，所以它卖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房地产不是，任何一套房子和另外一套房子都不一样啊，楼层啊、户型啊，然后小区的位置啊等等，都关键是位置 location， 3个要素都是 location， 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影响它。所以呢，房地产是一个最难分析和评估的一个市场。但是现在的全国性的情况是什么情况？现在全国的性的情况，虽然经济在下行，政府全力控制房价，控制房价的目的是什么？防止它继续走高啊！因为以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说，房价其实是有点危险啊，就是它有下行的压力。但是房价处于一个这样的水平，如果房价下跌幅度很大，会产生金融危机，经济会崩盘。所以政府的态度就是控制它，既不让它继续涨，也不让它快速下跌，控制它。它控制它的手段很多，有行政措施，有控制土地供应，而且现在这个货币供应的状况也比较高，所以现在房价大跌的空间不大啊，大跌空间的不大，除非中间有一些因素出现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调整，好吧？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啊？但我就没有聚焦到某一个城市，聚焦到某一个城市要具体的看当地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当地的房地产市场供求的情况怎么样啊，等等啊，那就要具体的看了。观点没有赶上王老师中医那期节目的直播，想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我去年回国，父亲带我去看当地一个非常老的中医，此中医医术继承他父亲。当时他一搭上我的脉就说，我这个人心比较小。什么叫心小呢？我理解的是情绪比较敏感，心里会比较记事。那中医为什么一搭脉竟然能够知道我的性格呢？因为中医就是讲究人身心合一的，心比较小，按此中医的话讲，我身体有热，而且肠胃有问题，所以中医绝不是一门简单的看病科学，
而是讲究人身心合一啊。OK， 我这种情况是经常会发生啊，所以看中医嘛，看中医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中医其实更多的是要从一个人的整体性，从大到小啊，我们就要分析问题，从大到小，就是从整体性来分析啊，而不仅仅是看你某一个某一个部位的病灶，而是要先整体看，然后再具体到某个病灶啊。提问：先生之前的中医节目很精彩，非常赞同先生的观点。然而，现在中共的体制表面看是习近平一人独裁，但实质上光凭一名小学生是无法做到独裁，而是一群极左独裁分子共同在独裁。这样判断是否正确？那是这样。习近平之前，中共的独裁是什么独裁？习近平之前的独裁叫党天下。党天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共独占政权，中共整个的通过这个中共这个政党体系来控制这个国家，掌握这个国家的资源。所以那个时候呢，在习之前呢，基本上中共的内部有个共识，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党天下，世世代代红色江山做下去，一直做江山做下去，是我们党在做。习近平把这件事情改变的是什么？习近平要把党天下变成什么？变成习天下。所以之前为什么会有隔代指定，就是干10年换一届，再换个人上来做，就是大家轮流坐庄，所以叫党天下。习把宪法一改，大家就觉得这个党天下变成了习天下。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实行独裁，他肯定后面有一股政治势力啊，政治力量支持他来控制这个国家。他怎么能一个人控制这个？控制不了的，那一定会完蛋的啊！所以毫无疑问，中共啊是要做一个党天下，然后现在要做习天下，但他所谓的习天下就是他一直掌权，一直不换，但是他仍然要通过他的周围的亲信控制这个政党中共，再用中共来控制这个国家，一定是这样子的啊！没有一个人的独裁，一个人的独裁那是非洲小国吧，阿里吧啊。情况，sorry， 上海浦东医院4000多人被隔离，是因为昨天确诊的那对夫妇。妻子就是浦东医院工作的，是住院部的护士啊，两口子感染，然后整个医院封，就无论是病人还是医护人员全部进行检测啊，4000多人被隔离。我觉得如果你现在不清楚的是什么呢？是老公先得呢，还是这个护士先得？如果是护士先得，传给了老公，那可能这件事情就是浦东医院可能有院内感染的情况。如果是老公先得，然后传给了护士，那就要查这老公的历史啊。所以上海应该是有点紧张啊。情况，呼伦贝尔的满洲里已经封城，所有列车停运，当地超市被洗劫一空，大家还是多当心吧。其实我们今天本来做的题目就是疫情，中国正在发生的疫情啊，但是实在情况有点少啊，撑不起来，所以我没有做啊。我其实是想做的，因为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从现在的各个迹象来看，冬天的爆发已经开始来自中国啊，我讲的是中国啊，中国应该开始又进入新一轮的爆发期了啊。张文宏也这么讲，就是冬天的这个爆发，二次爆发不可避免，现在就在发生啊。观点，这一代最普遍的中国人的三观有很大问题，跟民国我没法比。这代人对民
明君对明君的渴望远远超过对民主的渴望，他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民主，所以对此没有太大的渴望。民国时的人眼界小，接触到民主思想会觉得看到了光明。现代网络发达，人人都觉得自己眼界广，其实是被洗了脑。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眼界其实是独裁者想让他看到的范围。这种自以为是的眼界和思维模式，对真正的民主的接受能力还不如民国时代。好，我再读2个就停下来好吗？观点：当武汉肺炎在中国刚刚开始曝光的时候，国内的同胞都在议论纷纷，病毒起源、病毒传播、病毒造成的损失，各种阴谋论，就像现在在国外的朋友讨论的一样。然而现在，当国际社会同样受到病毒影响的开始追根溯源的时候，当初在国内讨论这些的国人开始一致对外否认病毒起源，嘲笑西方国家的抗议，完全忘记了非典时期，也忘记了年初的时候自己也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封闭式的管理中。统战部真的可以影响到舆论和事实。正确。观点：美国联邦和各州有不同的防疫措施，结果有好有坏。但是无论如何，失败的原因是判断上的失误，而且没有故意的恶意。中国在防疫的从结果上看好像不错，但过程充满了恶意，包括隐瞒信息和在武汉封城时候依然开放国际航班。法律追责是对这些恶意的行为追责，而不是对结果的追责。非常对啊。观点：我也是福州的。回答上位朋友，福州拆迁费从2.4万降到了1.8万，福州房价总体下降很多啊。观点：应该叫武汉肺炎，不是歧视，而是为了纪念这场疫情中承受最多苦难的城市里的人们。说得很好，我就这个意思，我没讲明白，你讲的比我好。提问：王老师，我家有200万存款，但是感觉自己的条件达不到主流移民国家的门槛，选择一些移民一些欠发达的冷门国家是个好选择吗？不是，一定要去主流的移民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在那里你才能够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好，明谢。黄增培，谢谢。Elizabeth New York， 谢谢，认同你的说法，武汉肺炎纪念死难的同胞。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有会员直播，请大家参与，谢谢。